你抱怨的时候声音很大，你担心的时候话很多，可你上一次认真地看着一个人大声说一句祝福他的话是什么时候？想不起来了，对吧？我也是。我坐下来写这个的时候，自己先愣了半天。我能立刻数出我这礼拜抱怨过几回，可我得很努力地回想，上一次我真心实意的好好的祝福一个人到底是哪一天。你会祝福，你心里有很多话想说，你只是把它咽回去了，一次又一次。而你呢，一直在求福临到你，你求了很久了，求工作，求关系，求那件压在你心上好几年的事，可那个福好像总是绕着你走，落在别人那儿，就是不肯在你这儿停。你跪着求过，躺着求过，开车的时候也求过，门好像还是没开。今天我想跟你说一件你可能不太爱听的话，你一直在求的那个福迟迟没过来，很多时候不是神还没答应你，是你自己把那条路给堵上了。你先别急着反驳，也先别急着划走。这个视频不长，但我答应你，到最后我会让你把一句你咽了很久的话真的说出来，说给一个具体的人。现在先憋着，等到那儿你就懂为什么了。我还要提前跟你打个招呼，中间我会问你一个问题，那个问题有点扎人，你可能会想伸手把视频关掉，但你听我说完，因为那个问题恰好就是你那条堵了很久的路能不能通的关键。我们慢慢来，先从你的嘴开始说起。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？抱怨这种话你从来不用打草稿，地铁太挤，天气太差，领导又改方案，那个人又一次让你失望了，这些话张口就来，一个字都不用想，顺得很。可是反过来，你想夸一个人，想对谁说一句我真为你高兴，想跟那个累坏了的家人说一句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这种话你得在心里转好几圈，转着转着常常就咽回去了，最后什么也没说。你想过没有，这个不对称其实特别诚实，它点破了一件事，你的嘴往哪个方向使劲，说明你心里更信哪一边。坏消息你不用酝酿，因为你打心底里信它会来。好消息你说不出口，因为你其实没那么信它能成。你怕你一开口祝福，结果落了空，那多尴尬，所以你干脆不说。你把不说当成了一种保护。说得再透一点，你宁愿先把丑话说在前头，是因为这样要是真砸了，你至少不算白高兴一场，你早料到了，你有准备。抱怨是你给失望提前买的一份保险，可你没算过这份保险的代价，它要你把所有还没发生的好都先按住，先掐灭，先当它不会来。你为了不被失望伤到，先把盼望给退了货。更别扭的是，时间长了，你会给这件事找一个特别体面的理由。你会觉得唱反调泼冷水那叫清醒，叫现实，叫我是为你好，我得提醒你别想太美。而那句单纯的祝福呢，你嫌它太满，嫌它不现实，嫌它像不动脑子的人才会说的话。你看，连你的抱怨你都把它包装成了一种成熟。你再注意一件事，连你跟神祷告的时候都是这样。你跟神诉苦抱怨特别顺，主啊，为什么是我？主啊，这不公平，主啊，他怎么能这样对我？这些话不用想，自己就涌出来了。可你试试真心为另一个人在神面前求一句好，你立刻就卡住了。你对着神都更习惯告状，而不太会祝福。你那张嘴的毛病一路带到了神的面前。我给你看一个画面，你看看是不是你。孩子放学冲进门，急着跟你讲今天的事，你一边应着，手里还在回消息。那句你真棒就在你喉咙口，你没说，孩子讲完自己走开了。你想说的那句话错过了他该说的那一秒。而祝福这种话最不经放，过了那一秒，你就再也找不回说他的时机了。你当然爱他，你只是把那句话又往后排了一位，排在了那条工作消息后面。我们对最亲的人最常这样，心里全是祝福，嘴上全是提醒，作业写了没？怎么又这样？你看看人家。那句真正想说的好话留在了喉咙里，你自己听见了，对方一个字都没听到。不光是家里，
开会的时候，领导当众夸了另一个同事，你心里其实也承认他那件事确实做得漂亮，可你低头继续记你的笔记，那句他做的是不错，你也没说出口。更麻烦的是，你以为没说是一件没什么大不了的事，反正我也没说坏话，对吧？但沉默从来不是中立的。你不为今天开口祝福，不为那个人说一句好话，那个位置不会空着，总会有另一个声音替你把调子定了。算了吧，说了也没用，反正轮不到我。你以为你只是没出声，其实你已经替今天投了一票，你投给了你最怕的那个版本，而且这一票你不是今天才投，你天天投，自动投，投了好些年了，投到你自己都忘了，原来这里头还能投另外一票。所以我才在一开头问你那个问题，你上一次大声的认真的祝福一个人是什么时候？群发的那条新年快乐不算，客套的多保重也不算，我说的是你认真的看着一个具体的人，为他说出一句你心里真盼着能成的话。想不起来是吧？我们接着往下走，因为问题还不只是你不说，问题是就算你现在愿意说了，你可能还搞错了一件更根本的事。你为你求的那件事祷告，平常是怎么求的？我猜大概是这样：神啊，求你祝福我，祝福我的工作，祝福我的家，祝福我手上正在筹的那件事。这没有错，神也确实乐意祝福你，但你问的从头到尾都是同一个问题：神，你什么时候才轮到祝福我？你一直盯着什么时候轮到我，可是这个福，它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什么时候轮到你，是它经过你之后要往哪儿去。你愣了一下，对吧？什么叫经过我之后往哪儿去？这福不就是给我的吗？我费这么大劲求来，不就是要停在我这儿吗？我们一直是这么读的，我也是。你大概知道诗篇里有一句话特别有名，很多人当作金句贴在墙上：地已经出了土产，神就是我们的神要赐福于我们。你看，要赐福于我们，多好的一句话，单独拎出来，它就是一句神要让我丰盛的应许。我们都喜欢这一句，巴不得它天天应验在自己身上。可是你往这句话的前面看一眼，再往后面看一眼，它前面在求什么？他说愿神赐福我们，紧接着是一句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，万国得知你的救恩。他后面又说什么？愿地的四极都敬畏他。你发现了没有？这首诗主角根本不是我，他从头到尾在求神赐福我们，可他求的目的是叫万民得知，是叫地的四极都来敬畏他。这是一首宣教的歌，一首讲福要往外走，一直走到万民那里去的歌。我们把它读成了一首求好处的歌。还有那三个字，你可能从来没留意过：出土产。地出土产是为了什么？土产从来不是种出来给自己看的，它从地里长出来就是给人摘走、吃掉、分出去的。没有哪块田是为了把粮食堆在地里发霉才种的。福也是一样，它从来不是为了堆在你这儿堆到发霉而临到你的，它临到你是要往下走的。所以你再回头看你那句祷告：神，你什么时候才轮到祝福我？你再嚼一嚼这句话，他把你自己放在了这条福的最末端，当成了那个终于要收获的人。可你忘了问一句：收到之后呢？然后呢？这福到了你这儿就到头了吗？我第一次读懂这句的时候，停在那儿好一会儿没动，因为我突然意识到，如果这福从一开始就是要流过我，再流到别人那里去的，如果神早就把福放出来了，只是他在我这儿没有再往下走，那他现在到底卡在哪儿了呢？卡在谁那儿了呢？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比你想的更靠近你自己。答案是，这福确实卡住了，卡在你这儿。你这些年求的那个福，神很可能早就送出来了，他就在你这条路的入口等着进来，再从你这儿流到你身边的人那里去。可他进不来，因为这条路的出口你自己给堵死了。你算算，你为那件事求了几年了？
你一直以为是神在沉默，神在拖你，神在考验你够不够格。会不会根本不是这么回事？会不会神早就答应了，福也早就动身了，只是他一次一次走到你这儿，发现过不去又退回去了。你只为自己求，求来就想自己收着，越多越好，最好一点都别出去。神一看这是条死路，福送到这儿就走不动了。他在你门口站了很久，最后掉头走了。为什么走不动？因为你把自己活成了一个仓库，可你本来是一条过道。这两样东西差得太远了。仓库的活是把东西囤住锁起来，谁也别想拿走。过道的活是让东西经过，从这头进，从那头出。你见过哪条过道是把人堵在中间不让走的？那它就不叫过道了，那叫一堵墙。而且你存在仓库里的东西是会坏的，福攒在你这儿不生利息，它发霉，它变味，变成你守着的一堆别人有我没有，变成你越数越委屈的那本账。可过道里没有存货，所以过道永远是新的，永远是通的。你看看你这些年挣的比10年前多吧，可你比10年前更不安，因为仓库的逻辑就是这样，存的再多他都怕少，都压不住那个要是哪天不够了的慌。神想让你靠流量活，东西一直在过，不怕空，下一批马上又来。你偏要靠存量活，守着那点存货，天天数，天天慌。你还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攒的越多，人反而越孤单？因为仓库是封闭的，你为了守住里面那点东西，得把门关上，得把人都挡在外面，连最亲的人你都防着。你以为你守住了福，可你守着守着，把人给守丢了。到最后，你坐在一屋子的够用里，却连一个能说话的人都没有。我再把诗篇那首歌的逻辑说清楚一点，因为它太要紧了。他求神赐福我们，全部的理由就是后面那一句，好叫万民得知你的道。你听明白没有？神祝福你，目的根本不落在你身上，目的落在你身后那些要透过你才认识他的人身上。你是那条路，神特地赐福给你，是因为他想借着你的福去够到别人。你一直以为叫万民得知是宣教士的事，是远方的事，跟你这点小日子没关系。可你家就是你的万民，你的同事就是你的万民，那个天天跟你挤同一趟地铁的人就是你的万民。福要借着你流到他们那儿去，这才是你头一个被赐福的原因。我知道你为什么这么怕往外给，因为你被亏待过，你掏心掏肺给出去的没几回有好下场，所以你慢慢学会了守紧。守紧是你的伤，留给你的本能，这我懂，这不怪你。但你守了这么多年，到头来守住了什么呢？守住的其实只有一样东西，一座越来越满却越来越冷的仓库。你以为你在替自己攒福，其实你是在一块砖一块砖地给自己砌那堵墙。但我想让你看一个人，一个被全城人恨的人，他是个税吏长。那个年代，税吏是替占领者收钱的，是自己人眼里的叛徒。税吏长是叛徒里的头，是靠多收克扣把一整座城的钱一点一点漏到自己名下的那个人。他有钱，他什么都有，可全城没有一个人愿意正眼看他。你想过没有，一座城的钱，多少人的血汗流到他这儿就不动了，他越肥，那座城越干。一个堵点做的就是这种事，他不光自己堵着不流，还连累后面所有的人跟着一起缺。那天有一位老师要进城，街上挤满了人，他个子矮，怎么挤都看不见前面。于是他做了一件特别丢人的事，一个有钱有身份的成年人跑到队伍最前头，爬上了路边一棵桑树。你想想那个画面，整条街的人都认得他，都恨他。现在这个被全城唾弃的人像个孩子一样挂在树杈上，就为了远远看一眼那位老师。底下那些眼神是什么样，你能想象？那位老师走到树底下停住了，四周一下安静下来，所有人都在等他开口骂这个人，骂他贪，骂他脏，骂他不配。可他抬起头叫出了这个人的名字，他说：撒该，快下来，今天我要住在你家里。整条街都炸了，
这么多体面人站在这儿，他偏偏挑了那个全城最遭人恨的，要去他家住。有人当场就议论开了，他怎么跑到一个罪人家里去住宿？你注意这个次序，耶稣什么都还没要求他，没说你先把钱还了，没说你先认错，一个条件都没提。他只是抬头叫了他的名字，说我今天要去你家。被这样看见，被这样接住的那一下，那个守了一辈子钱的人站起来自己开了口，他说，主啊，我把我一半的家产分给穷人，我若讹诈过谁，就还他4倍。没有人逼他，福一进到他心里，他自己就开始往外倒了。那个堵了一辈子的人，那条断了一辈子的路一下就通了。你看清楚这个次序，是福先到的，他还没来得及把自己修好，福就先进了门。他一肯往外分，整座家跟着就活了。而耶稣最后那句话你也要听清楚，他没有说今天救恩临到了你撒该身上，他说的是今天救恩到了这一家，到了这一家，福一进来就装不住在他一个人身上了，他立刻漫出去，漫到了他整个家。现在你把这个对回到你自己身上，你也是别人的上游，你后面也站着人，你的家人，你的孩子，还有你身边那些本该从你这儿接到一句好话，一份善意，一点盼望的人，你一节流，把福堵在自己这儿，他们就跟着你一起干。你的孩子从你这儿学到的不是怎么祝福人，是怎么挑毛病。你的伴侣从你这儿接到的不是一句你辛苦了，是一句你怎么又这样。这些本来都是该流过你却被你截下来的福，你堵住的何止是你自己，是你身后一整排的人。你可能会说，行，我懂了，我也想让福从我这儿流出去。那我问你一个很具体的，给陌生人祝福你做得到，给点赞的网友，给路上帮你扶门的人，给八竿子打不着的人说一句愿你平安，你张口就来，因为那不疼，那不用你付出任何东西。可真正堵住你那条路的，从来都是你身边那几个人，是那个什么都比你顺的同学，是那个生了你眼巴巴等了2年的职位的同事，是那个当年伤过你，你到现在都没真正放下的人。你心里清楚得很，那句祝福该说，可他就是出不来，因为你看着他，心里还堵着一口气，那口气你不会承认，但他一直都在。而且你越是属灵，这件事藏得越深。你能流利地为教会祷告，为远方的宣教士祷告，为新闻里的灾区祷告，可那个名字，那个具体的就在你身边的名字，你一次都没在祷告里提过。你把它从你的祷告名单里删得干干净净，好像它不存在。你哪是忘了它，你是在绕着它走。这话有点渣，但你听我说完。只要那口气还堵在你心里，福就流不过你。你以为你在跟那个人较劲，可你较到最后，堵死的是你自己那条路。所以现在，那个我在一开头就预告过，你可能会想伸手把视频关掉的问题来了，你坐稳。那个抢了你机会的人，那个什么都比你顺的人，那个伤过你的人，你做得到吗？真心的为他说一句祝福，咬着牙挤出来的客套不算。我知道这个问题问得有点狠，你现在心里大概堵得慌，甚至有点想反驳我，想把视频关了。你先别急，我没有要你马上就做到。说实话，我自己心里也压着一个那样的名字，一个我到现在都祝福不太出来的名字。所以这个问题我没有站在高处问你，我跟你一样也卡在这道坎前头问着我自己。我太知道那是什么感觉了，光是想到那个名字，你整个人就先崩了一下。你以为自己早放下了，可他的名字一冒出来，那口气立刻就回来了，这说明那个结还在。我给你交个底，我试过假装我不在乎那个人，装了好几年，可每次听说他过得好，我心里还是会沉一下。那一下骗不了我自己，他在提醒我，你嘴上不提他，不代表你心里放过了他。我要先把一件事跟你说清楚，你做不到很正常，这不代表你不够属灵，也不代表你信心差。一个被亏待过的人要回过头去为那个亏待他的人祝福，
这是逆着人最深的本能来的。你做不到，恰恰说明你是个正常人，不说明你是个糟糕的基督徒。几乎每个人心里都压着那么一两个名字，你一点都不孤单。我也不要你现在就硬挤出一句漂亮话，那种祝福神不稀罕，那个人也一耳朵就听得出来是假的。我还得帮你卸下一个误会，你可能以为要祝福他就得先喜欢他，就得先假装那些事没发生过。不是的，你不用喜欢他才能祝福他。为他求一句好，不代表你认了他当年做的对，也不代表你们就此一笔勾销，握手言和。那笔账你可以继续交给神去算。祝福他，只是你把他这个人从你心里那本死死记着的账里放出来，交回到神那里去，说一句：神，他归你管，求你善待他，就这么简单。你们之间那些没解开的是另外一件事，今天先不动它。但我想让你看见，为什么这件难事值得你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去试。因为你为他开口的那一刻，这句话真正先改变的是你自己。你想想，一句祝福从你嘴里出来，谁第一个听见？是你自己的耳朵。你这个习惯了挑毛病，习惯了在心里记账，习惯了堵着一口气的人，突然听见自己的嘴里出来一句真心盼着别人好的话，你会愣一下。那一下，你甚至有点不认识自己。可就是那一下，你这个人已经悄悄的不太一样了。我跟你说一个你可能没意识到的事，你的嘴其实就是你心的一个开关。你一直以为是心里先有了，嘴才说出来，可很多时候是反过来的，嘴先说了，心才慢慢跟上来。你不信你试试，心情很糟的时候，硬扯出一个笑脸，扯着扯着，里头真的会松快那么一点点。话也是一样，你嘴里天天出来什么话，那些话慢慢就会把你这个人塑造成什么样子。这也是为什么神这么看重你说出口的话，他要听的不是你嘴皮子上的漂亮功夫，他知道一个秘密，你嘴里反复说的，最后会变成你心里真正信的。你嘴上为一个人祝福，祝福的久了，你在前面砌的那堵墙，你心里对他的那道防备，会一块砖一块砖的自己往下塌。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，你们要给人，就必有给你们的。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。大多数人听这句，以为讲的是多少，我给的多，回来的多。像往银行里存钱，他讲的不是多少，他讲的是什么。你用什么量器去量别人，那个量器最后会回到你自己身上。你天天用挑剔去量人，回到你身上的就是挑剔。你会慢慢变成一个越来越难取悦、越来越紧绷的人。还没等别人怎么样，你自己先把自己熬干了。你见过那种人吧？谁都看不顺眼，走到哪儿抱怨到哪儿，全世界都欠他的。没有人天生是那样的，是那把用了一辈子的挑剔量器，到最后把他自己也给量了进去。反过来，你用祝福去量人，回到你身上的是祝福。你会慢慢变成一个越来越容易高兴、心越来越宽的人。你量给别人的那个东西，其实就是你将来要天天活在里面的那个世界。所以这里有个次序，你一直搞反了。你一直以为得先把自己修成一个有盼望、心胸开阔的人，才配去祝福别人。你在等自己先变好，再开口，可你等错了方向。反过来才对，是你先开口祝福，这句祝福才把那个有盼望、心胸开阔的你一点一点造出来。还有一样东西挡着你的口，你怕祝福落了空，怕说出去打了自己的脸，所以你养成了一个习惯，只敢祝福已经发生的事，事成了你才敢说一句感谢主，事还没动静，你一个字都不敢讲。那不叫信心，那叫追认。真正的祝福是在还什么都看不见的时候就先开口。说到这儿，我要告诉你一件事，它可能会让你重新看待开口这两个字。神其实根本不需要你开口，他要赐福，他自己说一句就成了，他是神。可你去看他亲手立的规矩，他偏偏不这么干。他吩咐祭司要这样为百姓祝福，
愿耶和华赐福给你，保护你，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。说完这段祝福的话，他又加了一句，那句话你可能从来没留意过。他说，他们要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，我就赐福给他们。你留意奉我的名这几个字，你开口祝福，并不是你在逞强替神做什么大好事，那福原本就属于神，你只是那张肯张开的嘴，把他的好递出去，压力根本不在你身上，你不用自己生出那个福来，你只要肯当那个传话的人。你再看这个顺序，是人先奉他的名开口祝福，然后神的福才落下来。神是故意这么设计的，他大可以让福像天气一样自己就降下来，可他偏偏把赐福这件事做成了非得经过一张人的嘴不可的事。他为什么要这么麻烦？因为他要的从来不只是把福发下去那么简单，他要的是一群肯开口的人，一张嘴接着一张嘴，把他的好一直传到地的尽头。你那张嘴就是这条接力里的一棒，你一闭嘴，这一棒就断在你这儿了。你可能想说，我这张嘴这么糟，又爱抱怨又爱计较，神怎么会用我？我问你，神当年立的是祭司，是会软弱会犯错会有那点凭什么的人，他大可以差一个天使来宣告祝福，天使不会嫉妒不会计较，多干净，可他偏不，他偏偏要用一群会软弱却肯开口的人来当他祝福流出去的那个出口。你的不完美从来挡不住你当那张嘴，神要的不是一张完美的嘴，是一张肯张开的嘴。所以你的沉默从来不是一件小事，你不开口，断掉的远不止你一个人的好心情，你断掉的是一条神亲手指定的福本要流过去的通道。神有福要给，给得出去还是给不出去，到最后就卡在一个地方，有没有一张嘴肯把它说出来。那张嘴今天可以是你的。你看，绕了这么大一圈，事情其实简单的出奇。你不用先把自己修好，也不用等那口气完全消下去，你只需要开一次口，为那一个你一直绕着走的名字安安静静的说一句愿神祝福他。就这么短短一句，你说出来，你自己先听见，然后你会发现心里有什么化开了那么一点点。就趁着这一点点热乎劲儿还在，我们一起到神面前去。来到神面前，你心里想的大概还是那句老话，主啊，求你祝福我。可你今天真正缺的是重新站回那条路上，当回那个让福经过的过道。再求一份福抱回家锁起来，填不了你这个缺。所以今天这个祷告会跟你平常的不一样。平常你是来要东西的，今天你是来把自己那条堵了很久的路重新打通的。你不用闭眼，睁着也行，你就跟着我一句一句慢慢的说，不用赶。主啊，我得先跟你承认一件事，我抱怨你的时候从来不用打草稿，这不好那不公平，那个人又怎样了，张口就来。可我要夸一个人祝福一个人的时候，话却堵在喉咙里，怎么都出不来。我这张嘴朝着抱怨的方向已经使了好多年的劲，我一直以为我在求你的福，可我求来的都想自己收着，越多越好，最好一点都别漏出去。我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又满又冷的仓库。主啊，更让我难受的是，我现在才看见，我堵住的不光是我自己，我后面还站着一排人，我的家人，我的孩子，还有那些本该从我这儿接到一句好话一点盼望的人。我把福结在自己这儿，他们也跟着我一起冷了这么多年。主啊，我甚至给我的抱怨找了个体面的名字，叫它清醒，叫它现实。可那哪里是清醒，那是我早就不敢盼望了。主啊，我在这儿停一下，我今天不急着求什么了，我也不跟你讨价还价了，我就安安静静的在你面前，让你看看我这条堵了很久的路，看看那些被我截在半路上
再也没流出去的福。主啊，我看见了，这些年我一直以为是你在拖我，在考验我，是你迟迟不肯动，原来是我在赌，一直赌着的是我自己。对不起，主啊，现在我要做一件我躲了很久的事。那个名字你知道是谁？那个我一想起就整个人绷紧，一听说他过得好心里就发沉的人，那个我能为全世界祷告，却唯独把他从我的名单里删得干干净净的人。我现在要为他开一次口。主啊，愿你赐福给他，愿你的脸光照他，愿他平安，愿他一切都好，愿他的日子比我盼的还要好。主啊，说出这句话比我想的还难。我说愿他好的时候，心里有个声音在喊凭什么。主啊，那个声音我抱着他太久了，他快把我变成一个连自己都不喜欢的人。我现在把他也一起交给你，我不想再被他管着了。可就在我把这句祝福说出来的这一下，我心里那堵砌了很多年的墙好像裂开了一道缝。原来它没有我以为的那么厚，原来这句祝福头一个解开的是我自己。主啊，我知道屏幕前还有很多人跟我一样卡在这道坎上，那些不敢为家人把话说满的人，怕一开口祝福就落了空，怕再一次失望，求你给他们胆量，让他们今天就对身边那个人说出那句憋了太久的好话，让他们明白把话说满正是信心本来该有的样子。那些怎么也祝福不出那个对手的人，心里那口气到今天都还没咽下去。主啊，求你亲自在他们心里那道墙上敲开一道缝，让福能从他们这儿重新流过去，别再堵着他们自己。那些只敢追认不敢先开口的人，非得等事成了才敢说一句感谢的。主啊，教他们学会在还什么都看不见的时候就先开口祝福，因为那才是信心，那才是把还没看见的先交在你手里。主啊，从今天起，求你让我这张嘴换一个朝向，让我不再做那座谁也进不去的仓库，让我成为那条通的路，让你的福借着我的嘴一个人一个人的流到我身边每一个人那里去。我愿意当那张你可以使用的肯开口的嘴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你刚才在心里或者出声说的那句祝福，别让它停在这儿，停在一个我今天祷告过了的好感觉里。好感觉明天就忘了。我现在请你做一件事，就一件，暂停这个视频，打开你的对话框，找到那个名字，你知道是哪一个，给他发一句话，一句真的祝福，不用解释，不用铺垫，更不用等一个合适的时机，那个时机永远不会来。就一句，比如突然想起你，愿你最近一切都好，发出去。我知道有些人没发，手指悬在那儿，到底没点下去，没关系，我不催你。那道墙不是一天砌起来的，也不会一天就拆完。你能听到这儿，那块砖已经开始动了。但如果你真的发出去了，你现在心里大概怪怪的，又有点轻，又有点不敢相信自己刚刚真做了这件事。记住那个怪怪的感觉，那是你那条卡了很久的路开始通了的动静。而且你不知道，你今天说出的这一句会流多远。那个人收到，可能今天回家就对自己的孩子也多说了一句好话，那个孩子又会带着这句好话去对别人好。福就是这么走的，一句接一句，一直走到你看不见的地方。你今天要是没说，这一整条往下流的福就在你这儿断了。还记得那个爬到树上的人吗？他开口往外分的那一天，不是第2年，就是那一天，福就漫进了他整个家。你也一样，你今天是继续守着那座谁也进不去的仓库，还是当一条让福经过的路？这件事不由你的处境定，也不由那个人值不值得你祝福来定，它只由一件事定，你那张嘴肯不肯为另一个人说一次话。你求了那么久的那扇门，能开它的从来就不在别人那边，
它跟着你的声音一起开。你一出声，让福从你这儿流出去，那扇门就在同一时间为你开了。所以别再沉默了，你抱怨了那么多年，担心了那么多年，把那么多还没发生的坏提前在嘴里念了一遍又一遍。从今天起，换个方向，让你的声音第一次朝着祝福使一次劲，为你的家人，为你的孩子，为那个你绕了很久的名字说出来。福正排着队，等着从你这儿流过去，别让它再一次在你这儿掉头回去。你也不用一上来就挑那个最难的名字，今天先挑一个你说得出口的人，一个你爱的人，一个让你心里发暖的人，先把那句话发给他，让这条卡了很久的路先动起来，先尝一口它通了的滋味。那个最难的名字，等你这条路顺了再回来面对，不迟。先出声，哪怕是最容易的那一句，评论区写下一个阿门，让这条路从你这儿继续往下流，流到下一个人那里去。愿神祝福你，阿门。